他是三国人物之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。从20岁创业到60岁成功，5易其主，4次妻离子散，13次大败逃亡，从一无所有寄人篱下到最终建立蜀汉政权，刘备可以说一路上都在逃亡中度过，但他却从未放弃，直到汉中之战才享受到了痛扁曹老板的快乐。在真实的历史上，并没有发生过桃园三结义，也没有三英战吕布。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，一口气看懂刘备的传奇一生。从公元161年出生至公元223年在白帝城病逝，刘备终年63岁。刘备是汉景帝之子，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，但经过推恩令的实施，到了刘备这一代，因为父亲早亡，所以就只能和母亲靠织席贩履来维持生计。公元175年，15岁的刘备两手下垂，已经可以到达膝盖的位置，而且还能看见自己的耳朵。虽然不怎么爱说话，却能够善待他人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在同宗叔父的资助下，刘备与公孙瓒一起拜在了卢植的门下学习。但刘备却不怎么爱读书，只喜欢结交豪杰，当地的豪侠都争先恐后的依附于刘备。此时恰逢大商人张世平和苏双等人来到涿郡贩马，于是资助给了刘备人生中的第一桶金，使得刘备得以集结起一支自己的队伍。等到刘备24岁时，各地爆发了黄巾起义，刘备则带着自己的队伍在镇压起义的战斗中立下了战功。4年后，刘备又参与了镇压张纯叛乱的战斗，因为前后2次军功，被封为了安喜县的县尉。可还没等刘备过几天当县尉的瘾，朝廷就下令要精选淘汰那些因军功而成为官吏的人。刘备在此时也正巧得知了该郡的督邮，也就是代表太守督察官吏的人，要下令淘汰刘备。于是刘备便来到了督邮入住的驿站求见，但没想到对方竟然没给自己面子。于是刘备怀恨在心，便将督邮捆绑起来，在鞭打了200多下之后，就带着关羽和张飞弃关而逃。不久之后，大将军何进派冠丘义到丹阳募兵，刘备则在途中加入了冠丘义队伍，并在战斗中再次立下军功，被封为了下密县丞。可能是嫌官职太小，没做几天，刘备就辞职不干了，投奔到了同门师兄弟公孙瓒的麾下，当了一个别部司马。别看这个名字挺好听，其实就是当时东汉朝廷为了安抚有功人员而设置的一个官名，甚至连正式编制都没有。江东的孙坚等人也都曾被封过这个虚职。到了公元191年，31岁的刘备因为在对抗袁绍的战斗中多次立下战功，被公孙瓒任命为了平原县的县令。不久之后，升任平原国相。在平原期间，刘备外遇贼寇，在内则乐善好施，深得人心。就连前往刺杀他的刺客都被刘备所打动，不忍心下手。不久之后，黄巾余党管亥率军攻打北海，北海相孔融命太史慈突围向刘备求救。刘备想都没想，立即派出3000精兵随太史慈前往救援北海，击退了黄巾军。这为日后刘备入主徐州埋下了伏笔。公元194年，曹操以为父报仇为名攻打徐州，刘备再度带着几千人马和幽州的乌丸骑兵前往救援。陶谦也爽快地给了刘备4000丹阳兵，并让刘备驻扎在小沛。刘备一看这陶谦比公孙瓒爽快啊，于是就改投了陶谦。而此时曹操也因为后院起火，只好撤兵，刘备则被陶谦表为了豫州刺史。几个月后，陶谦病重，刘备在众人的劝说下接替了徐州，自此有了自己的根据地。可2年后，刘备却被自己的仁慈给坑了一回。就在他与袁术大军对峙的时候，曾经被自己收留的吕布却趁机偷袭了下邳，就连媳妇都被吕布给抓走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刘备军心涣散，最终被袁术大败。刘备走投无路，只好反过头来向吕布求和，重新回到了自己最初的起点，驻扎在了小沛。等刘备好不容易又将队伍扩充到了1万多人，吕布又怕刘备东山再起，率军将他辛辛苦苦拉扯起来的队伍再次打散。就这样，心灰意冷的刘备来到了许昌，投奔了曹操，被封为了豫州牧。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称刘备为刘豫州的原因。公元198年，刘备为了报仇，派人抢了吕布运送的一批黄金。
遭到了吕布大军的进攻。虽然曹操派出夏侯惇率先前往救援，但却被吕布所击败，刘备只好独自一人逃走，家眷再次被吕布所俘。在逃跑的路上，刘备碰到了亲率大军征讨吕布的曹操。曹操击败吕布后，刘备力劝曹操将其杀死。在许昌待了1年后，刘备与车骑将军董承授衣带诏，合谋诛杀曹操。恰巧在此时，袁术准备北上投奔袁绍，于是曹操派刘备率军前往下邳截击袁术。没想到刘备刚刚击败袁术，衣带诏的事情就被曹操所知晓，刘备只好杀了徐州刺史车胄，正式举兵反曹。公元200年，曹操亲自东征刘备，刘备战败，关羽被擒。无处可以容身的刘备只好投奔袁绍。官渡之战后，刘备与关羽重逢，又率军投奔了荆州的刘表，并屯兵于新野。可深受荆襄豪杰拥护的刘备，很快便引起了刘表的猜疑，自此开始提防起了刘备。就这样，刘备在刘表的手下一干就是6个年头。虽然在博望坡以伪盾之计设下伏兵，击败了曹军，但终究因为兵力有限，没有什么作为。这才有了刘备的避肉之叹，对自己的虚度光阴、一事无成感到深深的自责。公元207年，47岁的刘备前往隆中，请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总设计师诸葛亮，获得了隆中对。此时刘表病重，想要将荆州托付于刘备，可谁知道这时候曹操却亲率大军南下，刘表的次子刘琮还没等开战，便率众投降了曹操。孤立无援的刘备只好再次踏上了逃跑的征途。公元208年，刘备联合孙权在赤壁大败曹操，并趁着周瑜围攻江陵城的时机，率众南征，一举将荆州南部4郡收入囊中。在刘琦病逝后，刘备被众人推举为荆州牧。为了巩固和孙权的盟友关系，刘备还迎娶了孙权的妹妹为妻。自此，48岁的刘备大业初成。2年后，由于周瑜病逝，东吴西征入蜀的计划被迫终止。刘备则趁机从孙权手中借得荆州江陵，占据了荆州5郡。就在这时，刘璋邀请刘备入川协助自己对付张鲁，刘备则留下了诸葛亮、关羽等人驻守荆州，亲率大军入蜀。可刘璋万万没想到，自己这次却是引狼入室。经过3年的苦战，刘备彻底占领了益州。虽然军师庞统在此次入蜀作战中战死，但刘备也获得了蜀中的诸多人才，实力大增。公元215年，也是刘备最辉煌的一年。在与孙权平分荆州之后，率军与汉中的曹军展开了正面交锋。经过4年的激烈战斗，刘备平生第一次痛扁曹军，占据了汉中之地，使蜀国的势力范围达到了鼎盛，并晋位为汉中王。然而在占领汉中不久，关羽就孤军北伐，虽然一度屡败曹军，但却被东吴吕蒙以白衣渡江袭取了荆州。关羽最终也被吴军擒获，遭到杀害。公元220年，曹丕篡汉，有传闻称汉献帝已经遇害。刘备在为汉献帝发丧之后继承帝位。1年后，刘备以为关羽报仇为名，发兵讨伐东吴，但却在夷陵之战中被吴将陆逊击败，退至永安驻扎在白帝。2年后，63岁的刘备在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和尚书令李严之后病逝。临终时嘱咐太子刘禅要视诸葛亮如父，并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其临死前举国托付给诸葛亮的行为，也被后人称赞为古今之圣鬼。